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保持水分 Monkey Human， 我是米娅。马上就是38妇女节了，我想要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天的这期播客没有什么特别宏大的主题，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但是我越来越意识到这个简单的思维是如何塑造我这个人以及塑造我的生活的。这个简单的思维就是一个人是他所有选择的总和。就像我明天早上就要去浦东机场，然后飞新西兰，但是我还是选择在我收拾完行李之后，现在是晚上的11点钟，想要来录这期播客。我的选择就是此时此刻安静下来，坐在我的书桌前录它。当然录一期播客不可能天翻地覆的改变我的人生，但是每一个微小的决定，你的行为其实都在塑造着我们是谁。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社会足够理性了，但其实我们在做生活中非常多选择的时候恰恰是缺乏理性的，因为我们在很多生活中细小的决定的决策过程中是看不见因果的。我们总会觉得这一个小小的决定怎么会影响我的人生呢？所以你就不会去思考。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真的没有在思考，这种没有在思考可能是因为惯性，可能是因为我们思维的懒惰，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思考了太多所谓的宏大议题，而忘记了那些微小的决定其实也在塑造着我们是谁。在我前段时间就那个文学项目最后文学之夜之后，我不是得到了资助出版的名额嘛，然后我写了一个小小的文字，一段小小的文字，但它不是全然由这一件事情推导出来的，是我过去这几年，因为我莫名其妙打上引号，被很多人爱着，然后会在某一些时刻我会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和看见。我有的时候就在想，我做对了什么让别人会这样去关怀我，给我机会，帮助我，而且是在我没有 ask for it 的情况下。所以我追溯过去我的为人处事，我做的每一个决定，我就真的越来越意识到很多东西都是非常量子的，它是微妙的，是看不见的，那个因果的线非常的模糊，但是某种程度上这些模糊的东西就在决定着那些幸运会不会来到你的身上，你会不会被看见，你的事业，你的身材，你的爱情，你的人生会是怎样的。所以我写下了这段话，一个人是他所有选择的总和。我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了。你与之交往的人，你选择做的事，你选择不做的事，你选择的行为和语言，你选择爱的人，你选择吃的食物，你选择关注的人，你的每个点赞，你选择面对每次困境的态度，你选择今天去健身还是躺着，你今晚决定喝什么酒，你选择今晚看电影看书还是短视频，这些那些都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是谁。带着这样的觉知去选择，不是都要选对选好，而是要有这样的意识，你不是无缘无故成为今天的模样的。你的身体，你的心智，你的事业，很神奇，这些细微的选择都在决定你是谁，决定了你的幸运何时到来。我想要再次强调一下，我是一个不标榜自律的人。我认为自律这种词语，它是一个思维的结果，它不是用来管控生活的纲领。 which means 就比如说，当我真实的认知到我吃什么，我今天运不运动，它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的时候，我充分的听懂了这句话，我充分的相信了我的身体机能运作的科学和客观之后，我不需要自律，我相信这个道理，于是我就会践行它。
于是自律就成了一个非常天然的东西，它就像我每天身体自发做的选择一样。就像我这么多年，尤其是大概近2-3年吧，我都吃的比较干净。有的时候我会对油腻的食物或者说味道非常重的食物有天然的抗拒，但有的时候我又非常渴望它们。其实就是我的身体已经养成了它自己的规律，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帮我做选择了。所以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不是靠自律，而是靠我这个人的大脑，我的身体它自发形成的一个科学的机制，它来做的决定。所以啊，我说就是有你做的每一个决定，你生活中不管小的大的，这些决定其实都在塑造着我们是谁。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被我们那些高光处定义的，我们还是被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日常的选择在决定着我们是谁。因为你不仅仅是活一个社会里的人，你还要活一个吃喝拉撒的你。在这里我先跟大家举今天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我前段时间去健身，然后我就突发奇想，非常想要测一下我的体脂率，因为已经好像也2-3年没有测过了。我最近感觉我的身体就是又紧致了许多，感觉各种线条会更加的清晰，所以我很好奇我的体脂现在多少。然后我就跟那个教练说我想测一下，然后就上了 InBody 测了一下之后，看到我的体脂率现在只有 14%。 首先这是一个 disclaimer， 就是体脂率这个东西确实它是不同的仪器，然后不同的测量方式，它的结果可能数字显示都不一样，但这个14相较于我上一次测的18，确实是又瘦了很多，应该说是又肥肉又掉了很多吧。然后其实我自己也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惊讶。就我的体重96，然后体脂14，可能上一次我的体脂率14还是在美国，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 fit， 因为我练很多，那个时候可能比现在还要练得多，因为时间多。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我自己35岁的时候，让我的代谢不断的提高，然后我的体脂率还有这么大水平的下降。我们就看这个趋势，我们不看数字。然后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原来是因为我坚持每一周都在训练，然后我在家里有空的时候我就在训练，我做1个小时我就要起来动10分钟，我看电视的时候我也在锻炼，然后我每一天也不能说每一天，基本上1周有3-4天的晚上都在吃三文鱼，吃得非常干净，我没有吃很多的火锅原来都是这些东西塑造了我现在的我的身体。所幸的是我不是一个干瘦的人，我的肌肉依旧都在，所以我看到这个数字当然还是挺开心的。但是我没有追求这个数字，我也没有追求一个目标体重，它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因为它是我在生活中，我每一天在疲惫的时候，在我跟时间做商量的时候，我这个时间要做什么，我这个时间要吃什么的时候，我选择了一个可以导向这个结果的决定。我做了这样的决定，每一个微小的决定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让我现在对我的身体状况感觉很自信。有的时候在家里我爸我妈摊着的时候，我爸就会说你看看他，因为我可能那个时候就正在举哑铃，然后我爸就会说你看看人家，然后你再低头看一眼我爸我妈的大肚腩真的是生活中所有的决定都在决定着你的肚子有多少脂肪，你要不要站起来，你要不要动起来。就我知道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是天生的瘦子，但也有天生的胖子，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我意识到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非常瘦的那种体质的人，我也没有追求干瘦，但是我有一个就是相对而言有点像执念一样的存在，就是因为我看到了我朋友的还有我爸我妈的肚子了之后，我发现这个东西一旦长到一个水平之后，你想让它再消下去非常的困难。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想让它变得平坦，你想让它变出马甲线，越来越难会变得。所以我跟我自己说，我就不要让它出现，我就对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要求，因为不让它出现意味着它可以以反向推导引导我的生活。我坐久了我就会站起来，然后我也不会吃那么多可以让我长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的东西，然后我就天然的养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 fit， 越来越健康。这里我再多说两句，就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见面，他们会说，哇，你怎么这么的紧致？然后我看到我的朋友，然后同时我们可能又在吃饭，然后我又看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做的选择和我做的选择，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为什么我会比较紧致，是因为我吃东西，比如说我吃鸡，我是绝对不会吃鸡皮的，我吃油腻的东西我也会有所控制，我几乎不吃油炸食品，就是我的身体天然的并不是那么的渴望它们。然后你就会非常清晰的看见两个人他的那个身材的状态为什么会不一样。我并不是说一个胖的人，或者说一个看起来比较丰满的人他就是一个贬义的存在，而是说如果你也想要一个比较 fit 的身材的话那吃这顿饭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到了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些微小的日常的选择在塑造着你的身体以后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脸，你的脸，你熬夜了和没熬夜，你熬过多少夜，其实它都会写在你的脸上，它是用一个点状的东西然后编织成线皱纹就是这么产生的。就包括我们播客的名字叫保持水分，我为什么说保持水分？因为水真的非常的重要，它可以加快你的代谢，让你更健康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皮肤的衰老有的时候就是深层水分的匮乏，然后包括你的大脑，你每一天因为衰老都在流失水分，所以我说我们要保持水分，但这就是日积月累的。你选择现在去喝一杯水吗？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忘记了要喝水有的人可能一天都喝不到1升的水，忙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会选择饮料。我跟大家说，我可能1年没有喝过奶茶了。我不是说完全不爱喝，而是说我好像更喜欢喝茶、咖啡、水、Diet Coke 这些东西。对奶茶这些东西有天然的一种抗拒，就是因为我知道它并不是那么健康的东西，不管它现在做的越来越好，有很多很好的品牌出现，但是我依旧会觉得它不是那么健康的东西，所以我只会在某一些我想要非常渴望它的时候才去喝它。好了，这个身体的部分我先 pass， 它其实并不是我今天想要讲的重点，但是身体确实是一个由你每一天的微小选择所塑造的最直观的一个反应，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一个案例去讲。第二件事我就讲就是文学这件事吧，之前其实都讲过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我为什么会在我得到了这个名额之后，就相当于我赢了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之后发了那条一个人是他所有选择的总和，就是因为我回看了我过去的人生，尤其是过去的这几年，在我事业比较暗淡的时候，我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我一直在看书，在我们大家都不能出门的那段时间，疫情的那段时间，我写了14万字的东西，废寝忘食，这些东西好像都塑造了我今年能得到这个小小的奖励的原因，他们都是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过去，在那些别人都在狂欢，都在打游戏，都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想做的选择。那些选择不是说完全违背我的天性的，其实是我的思维导致我做那样的选择。
但是就是这些选择塑造了我今年能得到一个小小的成果。我在文章里其实也写过，人到底能不能既要又要，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它需要你有足够的能力。当你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你发现你不是在贪婪，你只是在顺其自然的实践它们而已。因为人生其实本来就不是一个要做二选一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人不能太贪，既要又要，是因为它都是从观念层面和想法出发的。他还没具备那样的能力的时候，既要又要确实显得非常的贪婪。但是当你的能力，当你的心智，当你的认知足够了的时候，既要又要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结果而已。我的生活非常的四分五裂，我那天还发了一条仅引粉丝可见的微博，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突然觉得我自己像一个怪物，就是我读文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那种就是非常专注又感觉到那种心领神会的感觉的时候，我会完全忘记了我自己是谁，我会完全的沉浸在那个心智的宇宙里面。但突然间我又变成了一个要拍照的女孩，要自拍的女孩，然后要去照顾自己的外在形象的女孩，然后一会儿我又要切换一个模式，要变成一个雷厉风行，可以做决定，可以敢于去做一些生意洽谈的人。我就发现我非常的分裂。然后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能不能兼顾好这些事情。但是在我过去的实践当中，有一些事我是同时都达到了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也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那些牺牲不是大家能看到的。就比如说在大家懒的时候，我选择没有懒；在大家觉得无聊的时候，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无聊，因为我觉得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想要读书，我想要看电影，我发现有这么多知识我都不知道。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把自己绷得很紧的人，我也非常喜欢闲暇。其实阅读就是一种闲暇，但是就是因为你的认知，你自己想要达到的某种成果，它在你的脑海里被它深化，变成了你非常笃定相信的东西之后，你不是逼自己去努力，而是说你自己就想要这么去做，然后你才会舒服。我快10年没有谈恋爱不是说我没有 dating 或怎么样，我也有接触，但是你会发现你没有陷入到一些表层的关系当中去，产生那种非常创伤型的依恋，然后一定要身边有一个人陪你，一定要一起吃饭，一起干嘛。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消耗你的精神。不是说我不喜欢恋爱，但是我喜欢的是有质量的，所以它也为我省下了非常多的精力和时间，能让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真正能让我作为一个个体去发展的一些事情。我这里真的不是标榜自己有多厉害啊，因为我做的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想要的和我知道的我的能力它不匹配，所以我一直有一种很强的求知欲和学习的欲望，但是也在人生中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所以我会倒推去看见我的人生是怎么做选择的。如此你这个倒推之后，你就会看见因果之间那个模糊的线是什么他就会更好的指导你未来。有的人不是说优秀是一种惯性吗？从小我高考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你就要把高考作为你成年之后独立去做的一件事儿，你把这件事儿做好了，对你的自信心非常有帮助。我当时就很相信这句话，于是我就做的还行，然后我就会发现，当你做成了一件事之后，你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惯性，下一件事你就也可能成。因为做每一件事儿成事儿的这个过程中，都在训练你的某种秉性，让你的思维成为有一些惯性存在，
它就是一个成事儿的惯性。你再细想那些惯性是什么，其实就是你在日常中做的每一个微小的选择，你思维的选择，你身体的选择。你跟时间商量好了吗？你现在要做什么？你所有看到的在社会上闪闪发光的人，他都在背后做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可能是异乎常人的选择，可能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于是他才能在此刻闪闪发光。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什么真实的 effortless， 所有的 effortless 就是不费力的，看起来不费力的，背后都有巨大的这些选择所去塑造的。我希望我不是以一种成功学的角度方式在跟大家阐述这个道理。对于有一些人来说，他做某一些选择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纠结和挣扎。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脑海里充分的拥有了那样的知识，他已经在脑海里清晰的判断出了我要做什么才能达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在他不断的这样的选择加强中，他这种正反馈链路在他脑海中已经形成了，所以他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做所谓的对的选择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用那么的纠结费力，是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一切都在大脑里。我说的就是我之前就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 mind game， 一切都在你的大脑里。所以我为什么总是让大家去看书，推荐大家多看有益于你身心的东西，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潜移默化的作用于你的大脑，让你在做每次选择的时候更可能的是向能推导出你达到目标的那个方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其实我们在社交网络上这个点赞机制和算法推送机制就最好的印证了这句话。你想要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其实你是要去训练你的算法的。如果你经常给某一些内容点赞，它就会推给你，不断的推给你类似的东西来 feed 你，然后让你生活在那个信息的茧房中，视觉的茧房中。我其实对这件事一直都非常的有感，但是我会觉得怎么样我好像都会活在一个茧房里。但是我慢慢的最近就发现，我只需要扩大我的茧房就可以了。当那个茧房足够大的时候，我就不用害怕我只是在接受同质化的东西而给我带来更多的焦虑。我们再来说下一个案例。我其实一直都觉得女人或者是男人选择自己伴侣的时候的审美很好的，甚至说淋漓尽致了展现了一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是从我大概4、5年前看到了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他选择的伴侣的样子，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他这个人完整了起来，印证了所有我对他的那些认知，甚至说很多偏见。后来发现并不是偏见，而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我这里面是带有讽刺意味的，但我讽刺的绝对不是那个女生，我讽刺的是一个男人他的选择。有很多女生其实是被塑造出来的，她就是亲手被这些男人塑造出来的。所以在今天其实我也听了一个故事，一个让我觉得有点唏嘘的故事，打破了我对某个人的认知。我听完了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那句话，你与之交往的人就是你的未来。我们有的时候选择朋友的时候是要有一定的思考的。虽然我其实交朋友是一个非常天然的状态，我不太喜欢过于功利的思维，我比较喜欢跟我喜欢和欣赏的人做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脑海里还有你的身体要有一套模式，会在那个直觉层面帮你去判断一下你应该跟什么样的人做朋友。因为有的时候你身边的这些人他营造出来的那个环境真的会影响你的能量，
你的养分、你的气场，甚至是你的运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比较亲密的时候，我是说朋友之间，他就会带给你一个新的宇宙，因为每个人其实都自成宇宙，所以你要谨慎的去选择另一个宇宙是什么样子，你要选择打开这扇门，让这个宇宙也融入你的世界当中嘛。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有的时候也有例外，咱们也不好说。但是不要拿这件事去考验自己，你的脑海里应该有一个选择亲近怎么样人的机制，你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能量场。有些人喜欢跟不如自己的人，这其实也彰显了他自己内心，他会害怕别人比他好，或者是不喜欢看到别人比他好，他喜欢那种被捧着被仰视的感觉，但他很难进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而我呢，我其实不会用上下这种目光去看待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是真心的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我选择的朋友身上一定有我可以学习的东西，而不需要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其实在选择伴侣的时候，又说回伴侣这件事了，更能反映就是我记得之前我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教授的课上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选择爱的人，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真的在普世的价值里，在普世的婚恋市场、婚恋的这个语境里，真的都非常的适用。有的伴侣带给你能量和成长、陪伴、理解，他不榨着你，他不评论你，他不贬低你；而有的伴侣可能每天跟你用鸡毛蒜皮的事情不停的争吵，他榨着你，他贬低你，他控制你，他试图把你纳为己有。所以某种程度上，就算没有这么偏激的两极，一个人另一个人跟你息息相关在一起生活的人，他的能量也决定了你的生活。所以说回我在很多年前的一个选择，熟悉我播客的朋友有的肯定知道这个故事，就是我曾经是放弃了我的初恋的，也不能说放弃了吧，就是在他逼我做决定的时候，我选择了自己的轨迹，我选择了自己的节奏，我没有因为怕失去这个人而放弃我自己人生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那件事情基于一个巨大的基础，就是如果你逼我的话，那你一定还不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说当年我结婚了，我可能现在就是相夫教子，我也不知道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我想一定没有这么多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这件事情，我甚至非常的庆幸我选择了自己，而不是选择了那份依恋和稳定。就是这些选择在塑造着我未来的生活，塑造着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甚至包括我现在的择偶。其实我有很多时候以前会很迷恋那种恋爱的感觉，被喜欢的感觉，被坚定选择的感觉，想要证明被爱。我现在没有那样的急切，那样的迫切，相反，我在人和人的相处中，我更乐于去看见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想要去迫切的证明他爱我，他选择我。因为我发现看清楚另一个人更重要。因为你为什么要被一个你不欣赏不好的人，伪装的人，一个不真实的人爱着呢？那其实才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啊，你亲手把你推进了陷阱当中。这其实是我单独想录一期播客聊的内容，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女孩子很容易迷失，她总是迫切的在两个人相处中去证明自己被爱，然后希望对方用行动来证明一个明确的选择，坚定的选择，而忽视了你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看清楚的是这个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层一层像洋葱一样剥掉之后的那个内核到底是什么，看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爱他。被一个
你初期幻想出来的人爱着，后期你们在一起更深入更亲密之后，你就在泥潭里，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良人的话，你就真实的会在一个泥潭里，因为依恋，因为习惯而变得束手束脚，无法摆脱。人想要改变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在亲密关系中，斩根截铁、斩草除根的去脱离、解离，其实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非常呼吁大家，在相处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去看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要被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那种荷尔蒙的萌动，它带来的幻觉所迷惑。那些幻觉很美好，但是你可以清醒着享受它。还有一个例子，其实应该放在那个你与之交往的人就是你的未来里面。其实我这个人很好强，虽然我是一个能顺应我的生命节奏，有缓有急，然后去调试自己的，但是我前2年不是还在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都能过的人，我依旧是这么觉得的。但我现在很忙碌，我有很多欲望我想要去实现，但是我并不喜欢现在的自己，我也并不觉得这跟我之前的价值取向是矛盾的。因为人就是做仰卧起坐，累了躺一躺，没有机会的时候躺一躺，躺的时候你也不是全然的什么都不做的，你在滋养自己，然后有动力了，发觉自己的欲望了，就站起来拼命的奔跑吧。我又重新发现了我身体里好强的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我小学的时候上学，其实有家属院那种小学可能就比较普通，但是我看到有人去上了更好的小学，那只是小学哦，我就跟我爸说不行，我要去上更好的小学然后我就考上了之后，上初中的时候也是，你可以顺着再往上，就不用再换学校了。我还是不乐意，我说还有更好的，我想去上一个更好的学校，然后我就又换了，又考上了。我觉得我的人生一步一步都是被一种原始的生命力所驱动的，就是我是一个发展中的人，我是一个想要发展的人，所以我每一步的选择都是向着发展的那个方向去走的。这其实是我从小就培养出来的一种逻辑，所以它导致我在现在的人生当中做选择的时候，我一定会选择那条发展的路。我不想要让我的生命枯萎，我向往生命力，向往发展。我为什么没有用成长？因为我觉得成长是一个过于目的导向的词语，但是发展它更随机，它更天然，它更可持续。在发展中的人就会获得快乐，而不会过于的去拘泥于那个结果。一个人是他所有选择的总和。我把这句话一遍一遍的说给我自己听，其实就是想要加强我自己脑海里的那个认知，脑海里的那个宇宙，而不是说我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我都要充分的去衡量。因为我在脑海里如果有了一个机制之后，我就不用去那么纠结了，我天然的会去选择发展的那些选择。我说的这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表达的更深层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让你自律，它不是让你总是选择对的而不能接受错的，它不是让你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像计算公式一样权衡利弊。它其实是让你非常非常相信自己。这种相信不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和自恋，这种相信是建立在你过去走的每一步，你所有认知的总和上，你看过的书，你学到的知识，你在人生中获得的经验，你从他人身上学到的经验，那个庞大的认知体系会帮你做出发展的决定。所以根源还是在你要有这样的认知才行。
所以这句话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功利的、非常计较成果的语言，它只是一种 mindset， 它是一个提醒。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不知不觉的、没有觉知的、莫名其妙的成为了今天的样子。也许你在一段不好的关系里，也许你现在身材也不是你喜欢的样子，也许你的脸上现在有了许多不属于你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皱纹，也有可能你现在做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这一切其实你都要回去找自己。我们不能在生活中扮演受害者，很多决定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了这句话这个理念之后，你可能可以更好的顺藤摸瓜回到你过去的人生，然后再在你未来的人生中帮助你去调教你未来人生的方向。你要像一个不计后果的勇士骑士一样去创造，你要心里像水一样纯净的去做选择。这些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就是你知道你做的每个选择都在塑造着你。它是一个看似很目的导向，但其实它的深层极其纯净的道理。你相信我，你看过的书，你经历的事情，你的选择，真的它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都在影响着你的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偏离了我们的主流叙事，我们以为的那个线性叙事的。有很多东西它都是在旁边像杂草一样丛生，但它已经决定了你人生的某一些途径。现在的一根针，未来可能就是你面前的一根柱子，所以你永远不知道此刻的决定会对你未来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影响。但是拥有这样的 mindset 可以很好的帮助你从过去得出对未来的一些指导。好了，那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展开太多也没有特别多的空间，因为它的道理是这句话本身你看到它你就会懂得的。我举了一些例子，其实就是在推演一种我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因为我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是从我过去的生命体验中得出来的。这个过程甚至都比这句话本身我觉得要更重要，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你才能充分的理解和相信它，你才可能在未来的生活中去实践它。好了，那这期播客差不多就到这里啦。你听到这期播客的时候，我有可能已经在新西兰了，我要去一周的时间没有办法录播客，我会在那里汲取更多天然的养分，看看我有什么新的思路，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我今天真的是熬了个大夜，在这录播课，我的行李都没有完全的收拾好。我明天打算早起，然后把它们再整理一遍，然后冲去浦东机场。好了，要记得多喝水哦，喝水真的很重要。拜拜。好学猫